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人每天早上必备的一杯咖啡。咖啡香浓醇厚，带来活力与愉悦，但你可曾想过，每天一杯咖啡竟可能是中风的隐形凶手？听起来很震惊吧？一项研究指出，经常饮用咖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约 17%， 相当于健康寿命平均增加近2年。然而，前提是你喝对了方式。如果喝错了，咖啡不仅无法保护健康，反而可能加速中风和失智找上门。我们今天就要颠覆你的认知，深入揭开咖啡天使与咖啡恶魔的双面真相。哪些咖啡喝法是在偷偷伤害你的血管，让坏胆固醇飙升，血管愈喝愈堵？而哪些喝法才是真正能延年益寿的长寿秘方？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咖啡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咖啡里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包括咖啡因、绿原酸、抗氧化物质和多酚等。适量摄取时，这些成分对人体有不少益处。咖啡因能提神醒脑，提升专注力；绿原酸则可以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减少发炎反应，有助于改善心脏健康。咖啡中的抗氧化剂含多酚，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甚至被认为有保护脑细胞、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难怪全球各地都有研究发现，习惯每天喝上2到4杯咖啡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症、第2型糖尿病以及失智症的风险相对较低。咖啡看起来真是长寿饮料中的一大功臣，但是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咖啡就像一把双面刃，它的健康效益取决于怎么喝、喝多少以及加了什么。如果使用不当，再好的东西都可能变成伤身的毒药。尤其是60岁以上的长者，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心血管系统也较脆弱。一杯不恰当的咖啡，对年轻人也许只是多余的热量，但对银发族却可能成为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以为自己每天喝的咖啡很正常，却不知道其中暗藏雷区。最近就有医师警告了4种危险咖啡，它们看似平凡或美味，却可能让坏胆固醇上升，血管硬化加速，甚至诱发中风与失智。现在我们就来一一揭开这4种隐形毒咖啡的真面目，看看你是否也不小心每天都在喝。第一种危险咖啡，3合1即溶咖啡。对忙碌的上班族和长辈来说，即溶咖啡包方便又省事，撕开冲热水就能喝。一包里通常含有咖啡、糖和奶精，被称作3合1，喝起来香甜顺口。广告常宣称添加了维他命或高纤成分，好像很营养，但事实上3合1咖啡是典型的隐形糖和反式脂肪炸弹。一包小小的3合1里头的糖含量往往相当于数颗方糖，每天早上一杯3合1就等于天天在喝含糖饮料。长期下来，血糖容易大起大落，促进脂肪囤积，增加肥胖和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糖分过高不仅伤胰脏，更会伤血管内皮，让血管弹性变差，加速动脉硬化。除了糖，3合1里的奶精也大有问题，我们待会详谈。可以说3合1咖啡包方便的代价，就是把大量糖和不良油脂悄悄融进你的咖啡里。如果你已经60岁上下，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下降，每天这样喝，等于不知不觉中让身体处于高血糖、高血脂的状态，中风和心脏病的危险因子通通找上门。难怪有医师直言，不要被3合1包装上的强化维他命骗了，再多的添加营养素也抵消不了过量糖分对健康的伤害。如果您习惯喝3合1，即溶的便利背后其实暗藏健康隐忧，真该好好重新审视这个习惯了。第2种危险咖啡，植脂奶精。其实奶精常常和3合1咖啡形影不离。3合1包里面主要的奶味来源就是所谓的植脂奶精。很多人喝不惯黑咖啡的苦，就喜欢加入1匙奶精粉或挤一颗小小的奶油球进咖啡，使口感香醇圆润。然而你可能不知道，奶精里几乎没有真正的牛奶，它的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也就是俗称的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可是心血管的大敌，对健康的危害是双面夹击。一方面会提高血液中坏胆固醇 LDL 的水平，另一方面还会降低胆固醇 HDL 的水平。
换句话说，反式脂肪等于帮凶坏蛋，把堵塞血管的坏胆固醇推向高峰，却把保护血管的好胆固醇往下压。每天喝咖啡都加奶精的人，就像是在给血管内壁抹上一层黏糊糊的油脂，时间一久，那些胆固醇沉积就形成斑块，让血管腔变窄变硬。如果斑块脱落形成血栓，刹那间就可能堵住脑血管，引发缺血性中风。即使没突然中风，长期高胆固醇也会让脑部微血管逐渐阻塞，导致血管性失智，风险上升。更可怕的是，反式脂肪对心脏也有伤害，容易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等危及性命的疾病。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反式脂肪的危害，纷纷限制食品中的含量。然而，某些奶精产品为了宣称零反式脂肪，会把一份分量标得极小，好让每份反式脂肪低于法规要求，例如低于 0.3 克就可以标示为零，让消费者误以为没问题。实际上，一杯咖啡可能远不只用一份奶精，那么多下来，反式脂肪还是跑进你体内。植脂奶精不但是假的奶，更是伤血管的真凶。医师特别提醒长者，别贪图奶精让咖啡顺口，多喝几年后，很可能坏胆固醇节节攀高，最后伤脑又伤心。第三种危险咖啡，花式甜咖啡饮料。这一类指的是各种加了大量糖浆、鲜奶油、香草糖浆、巧克力酱的咖啡饮品，常见的例如焦糖、玛奇朵、摩卡、拿铁，各种季节限定的调味咖啡等等。有些上面还堆着厚厚的鲜奶油，淋上焦糖或巧克力酱，看起来像一杯艺术品，喝起来甜滋滋，滑顺饱足，仿佛一杯不够，还想再来一杯。可是你知道吗？一大杯这种花式咖啡饮料的热量堪比一份正餐，里头的糖含量惊人，可能高达数十克，相当于好几瓶手摇含糖饮料。再加上鲜奶油本身含有高饱和脂肪，每喝一口，你其实是在给血管同时灌入糖浆和油脂的混合液。高糖分会使血液中三酸甘油脂升高，也会刺激胰岛素分泌，造成血糖过山车式的波动，久而久之提升糖尿病和胰岛素阻抗的风险。高饱和脂肪则直接提高低密度胆固醇，让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加快。糖加上饱和脂肪的组合堪称危险双胞胎，专找心脑血管下手。有研究显示，爱喝含糖饮料的人中风几率明显比一般人高，而高脂高糖饮食者大脑认知功能下降也更快。当你每天一杯香甜的花式咖啡当水喝，等于每天都在摄入大量隐形糖油，比吃甜点还可怕。因为很多人把它当饮料，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份液体甜点。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新陈代谢减慢，这样的饮品更难消化利用，容易变成腹部脂肪囤积在身上。我们常说将甜饮挂在点滴架上，来形容年轻人离不开手摇饮，但对老年人而言，每天一杯花式咖啡一样是在输送高糖高脂点滴，不仅让体重和血脂双双上升，还可能加速脑部老化。所以那些看似疗愈的完美系咖啡一定要浅尝即止，偶尔犒赏即可，千万别天天来一杯，否则长期下来血管老化，中风风险只会节节攀升。第四种危险咖啡，未过滤的浓咖啡。有些人喜欢追求咖啡最原始浓郁的风味，比如法式绿鸭壶咖啡、土耳其煮咖啡、浓缩咖啡、意式 espresso， 甚至直接将咖啡粉煮滚来喝的传统煮法。这类咖啡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用滤纸过滤。相较之下，使用咖啡机或手冲滤杯冲煮的咖啡，热水会通过一张纸质滤网才滴出咖啡液，而法压壶或土耳其煮法是直接让咖啡粉和水接触萃取，不经过纸的拦截。很多老饕喜欢这样的咖啡，因为它保留了咖啡最浓厚的油脂与风味，口感丰富顺滑。然而，这些香浓的咖啡油脂里隐藏着会升高胆固醇的成分。咖啡豆中含有一类天然的油溶性物质，称为咖啡醇 cafestol 和咖啡豆醇 caffeol， 它们本身并非胆固醇，但研究发现摄入过多这两种物质会影响肝脏代谢，导致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升高。脂滤网刚好能拦住大部分的咖啡油脂，因而拦下了大部分咖啡醇和咖啡豆醇。
但未过滤的煮法中，这些物质会全部跑进杯中。长期喝未过滤的浓咖啡，可能发现血脂检查报告不知不觉变难看。有医师提到，最近看到的研究显示，如果每天喝6杯未过滤煮的咖啡，血液中坏胆固醇浓度平均增加将近18毫克，分身约增加了1/10到1/5，这可是非常可观的升幅。当坏胆固醇升高，意味着动脉硬化进程在加快，中风和心脏病风险也随之上升。另外，这类咖啡因为浓度高，咖啡因含量也比较集中，短时间内摄入大量还可能引发血压飙高、心律不整等急性问题，对心脑血管同样不利。值得注意的是，纯咖啡本身并不含胆固醇，但它能影响体内胆固醇的变化，所以千万别以为喝黑咖啡就一定安全无虞，冲煮方法也是关键。如果你习惯每天来一杯使用金属滤网或没滤过渣的浓咖啡，或者贪图传统煮法的劲道风味，那就要小心了。这种习惯可能在无形中推高你的血清胆固醇，让中风危机埋伏在香浓的滋味之下。以上就是医师们点名的4大危险咖啡：3合1即溶咖啡、植脂奶精、花式甜咖啡以及未过滤的浓咖啡。听完或许让人心惊，原来我们日常最熟悉的咖啡中，竟然暗藏这么多对健康不利的细节。也许你会想，难道为了健康，以后就只能戒咖啡吗？别急，其实咖啡本身并不是坏东西。正如前面提到的，各种研究都证实了咖啡含有的物质对健康有许多正面作用。关键在于扬长避短，避开那些隐形的地雷，采取更聪明的喝法，才能享受咖啡益处而远离风险。医师们同时也提出了4种黄金咖啡的长寿喝法，教我们把咖啡从中风帮凶变成长寿帮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哪4种喝法可以称得上是咖啡的长寿秘方。第一种长寿咖啡秘方，选择有机中度烘焙的阿拉比卡黑咖啡。这一句话包含好几个重点，我们逐一拆解。首先是咖啡豆的品种与品质。阿拉比卡 Arabica 咖啡豆是公认风味较佳的一种咖啡品种，与另一常见品种罗布斯塔 Robusta 相比，阿拉比卡豆的咖啡因含量较低，风味较柔和顺口，苦味酸味适中。这意味着用阿拉比卡豆煮出的咖啡不用加很多糖和奶也能入口，较不容易因为太苦涩而额外添加不健康配料。同时，建议选择有机栽培的咖啡豆。咖啡是全球使用农药较多的作物之一，有机咖啡豆在种植过程中避免了化学农药和化肥残留，对人体和环境都更友善。长者的肝肾功能逐渐下降，常年累积的农药残留对健康不利，所以以有机品项为优先是值得的投资。再来是烘焙程度，中度烘焙的咖啡豆也称程式烘焙，在风味和平衡上恰到好处，比浅焙少了一点生豆的深涩酸感，又保留了比深焙更多的抗氧化物质和酸香。研究显示，咖啡烘焙程度会影响其中生物活性物质的含量，例如浅中度烘焙的咖啡保留较多绿原酸和多酚，具有更强的抗氧化和抗发炎效果，而重度深烘焙则因高温时间久导致部分有益成分被破坏，虽然风味苦香浓郁，但相对减少了一些对健康有益的元素。因此，中度烘焙被视为在风味与健康之间取得平衡的选择。最后一个重点是黑咖啡。所谓黑咖啡，就是不加任何糖或奶的纯咖啡。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额外添加的糖与奶精如何把咖啡变得不健康，所以要享受咖啡带来的正面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原汁原味的黑咖啡。黑咖啡几乎零热量、零糖分，不会增加体重负担，也没有反式脂肪的问题。许多长寿研究中发现，每天喝2到3杯黑咖啡的人，各种疾病风险都低于不喝或猛喝的人，就是因为黑咖啡提供了有益成分，而几乎不引入额外负担。当然，有些长辈刚开始可能觉得黑咖啡太苦涩，难入口。这里分享一个方法，选择品质好的阿拉比卡豆，研磨新鲜、适当烘焙的咖啡粉，用正确水温冲煮，泡出的黑咖啡其实是带有自然的甘甜和坚果，果实香气并非只有苦味。
很多人尝试几次适应之后，就能喝出黑咖啡独特的迷人风味，而且再喝回加糖加奶的咖啡，反而觉得甜腻不是呢？总之，好豆子、好烘焙，再加上不加料，这样一杯高品质的黑咖啡，才真正称得上将咖啡的长寿功效发挥到极致。第二种长寿咖啡秘方，一定使用滤纸过滤咖啡。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未过滤咖啡中的咖啡油脂会让胆固醇升高吗？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每次冲煮咖啡时都使用纸滤器，无论是用手冲滤杯、传统滴漏式咖啡机，还是滤纸套在滤网中使用，都可以把咖啡液和咖啡渣完全分离。纸的纤维孔隙能有效拦截咖啡中的油脂微粒，将大部分对胆固醇有影响的咖啡醇物质留在残渣中弃去。这样过滤后的咖啡喝起来风味清爽干净，对血脂的影响也降到最低。有营养医学专家强调，用滤纸过滤咖啡可以大幅降低咖啡引起胆固醇升高的可能。相反地，如果长期不过滤直接喝，胆固醇升高就在所难免，特别是中老年人本身血脂偏高的情况就很普遍。如果再因为咖啡喝法不当雪上加霜，就得不偿失了。不仅自己冲煮时要注意过滤，有时去外头买咖啡也可以留意一下。例如一般连锁咖啡店卖的美式咖啡，通常都是用机器滤纸滴漏的。比起意式浓缩基底的饮品，更适合担心胆固醇的人。意式浓缩虽然一小杯分量不多，但它萃取压力高，浓度强，也没用纸过滤。当然偶一为之问题不大，但若每天当作主要咖啡来源，其实不如滴漏咖啡来得健康。幸好现在要自行滤咖啡非常简便，市面上有各种滤纸滤杯组，可以在家手冲，甚至有卖耳挂式滤泡包，撕开挂在杯沿直接冲热水，几分钟就得到一杯纯净的绿滴咖啡，比冲三合一多花不了多少时间。如果真的很习惯使用法压壶，也不是完全不能喝，但建议冲好之后再用纸滤网将咖啡过滤一下，至少去除掉大部分油脂，再享用风味浓郁的部分。同时记得不要喝到壶底残留很多细粉的部分，把它倒掉，这样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确保胆固醇不上升，一举两得。可以说一张小小的滤纸就是守护血管的大工程，千万别偷懒省略这一步骤。第三种长寿咖啡秘方，用天然香料为黑咖啡调味代替糖。许多人戒不掉加糖加奶的一大原因，是觉得纯黑咖啡风味太单调、太苦涩。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一些天然香料和食材来提升咖啡的风味，既满足味蕾，又不会伤害健康。其中最受到营养专家推荐的就是肉桂。往热腾腾的黑咖啡中加入少许肉桂粉，轻轻一搅拌，咖啡瞬间散发出温润的甜香气，苦味被柔和的掩盖，整体风味变得更丰富层次。而肉桂本身还有稳定血糖、改善血脂的益处。研究显示，肉桂可以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帮助控制饭后血糖。长期使用甚至与降低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有关。因此，黑咖啡加肉桂堪称绝配，一边喝咖啡一边顺便养生。除了肉桂，你也可以尝试其他天然香料或食材，例如生姜片，让咖啡带点微微姜辣，驱寒暖胃，或者一两粒豆蔻、小豆蔻，研磨后加入。咖啡会散发馥郁的东方香气，还有助消化，减少肠胃不适，甚至可以放一小片柠檬皮到咖啡里，增添清新的柑橘香。而且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有抗氧化加分效果。若喜欢巧克力风味，可以撒不加糖的纯可可粉，带来一丝淡淡的苦甜，并提供黄酮类抗氧化物。以上这些做法都能取代单纯用糖和奶油堆砌出风味的方式，用更天然健康的调味丰富咖啡体验。很多养生达人都有自己独门的咖啡香料配方，既满足口腹之欲，又达到保健目的。例如有三高困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士，有人早餐来一杯肉桂姜汁咖啡，据说长期喝下来血糖稳定不少。怕冷手脚冰凉的长辈，会在咖啡里加一小撮辣椒粉提升代谢，喝完浑身暖乎乎的。当然具体效用因人而异，但用香料取代砂糖绝对是明智的第一步。慢慢的，
你会发现咖啡本身的香气其实很迷人，不需要牛奶和糖的浓厚包裹也能享受。在这过程中，你减少了热量摄入，避免了血糖震荡，又获得了香料植物带来的微量营养素，好处多多。可以说，一点点香料就是咖啡的魔法棒，轻轻一点化腐朽为神奇，帮你甩掉对不健康添加物的依赖，把咖啡真正变成养生佳品。第4种长寿咖啡秘方，下午之后改喝低因或无因咖啡。很多人都有睡前喝咖啡容易失眠的经验，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况会越发明显。年轻时代谢快，可能喝完咖啡照样呼呼大睡，但上了年纪，新陈代谢率降低，咖啡因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更长。如果傍晚还大量摄入咖啡因，夜里在血中滞留的咖啡因就会干扰睡眠，睡眠品质对于心脑血管健康的重要性不亚于饮食和运动。睡不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律不整、血糖失控，还会加速大脑老化，这些都是中风和失智的危险因子。有研究刊登在 Science 期刊指出，晚上摄取咖啡因会延迟人体的生理时钟，扰乱你的睡眠、清醒循环。因此，专家建议最好将喝含咖啡因的咖啡安排在上午或中午以前。那午饭后想提神怎么办？或者有些人习惯下午茶来一杯咖啡配点心怎么办？解决方法就是选择低因咖啡甚至无咖啡因咖啡。低因咖啡指的是用含咖啡因较低的咖啡豆，例如有些天然品种咖啡豆天生咖啡因含量就只有一般的一半以下，或者半分低咖啡因的拼配。无咖啡因咖啡则是经过脱咖啡因处理的咖啡，一般至少去除了 97% 以上的咖啡因，保留了咖啡香味和风味。现在的技术，例如二氧化碳萃取法、瑞士水洗法等，已经可以将咖啡因去除得很干净，并且尽量保留咖啡的原风味，所以不用太担心无因咖啡不好喝。下午或晚上想喝时，就以这些低因、无因版本取代原本的全咖啡因咖啡。如此一来，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和习惯，还是不会影响晚上的安稳睡眠。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白天喝咖啡提神没有问题，但午后请为自己健康把关，尽量不再摄入过多咖啡因。如果实在需要一点提神，可以考虑喝绿茶或乌龙茶等茶类，茶里的咖啡因含量通常比咖啡低，而且茶多酚还有助于心血管健康，或者干脆小睡片刻恢复精神，也是不错的选择。顺带提醒，台湾卫福部建议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宜超过300毫克，大约相当于2到3杯中杯美式咖啡的分量，所以不仅是时间点，总量上也要留意。假如上午已经喝了2大杯浓咖啡，那下午即使想续杯，最好也选择脱咖啡因版本，以免咖啡因过量带来副作用。掌握好摄取时机与分量，咖啡带来的保健效果才能加成，而不会因为干扰睡眠而抵消掉。现在我们把重点统整一下。危险的咖啡习惯包括贪图方便每日一包的3合1即溶咖啡，糖分、奶精双重伤害，爱加植脂奶精让咖啡香浓，反式脂肪偷偷堵塞血管，把花式甜咖啡当日常饮料，等于灌自己液态蛋糕，以及迷恋未过滤的传统浓咖啡。咖啡油脂导致胆固醇飙升，这4种咖啡雷区会让你的血管逐渐不堪重负，长期下来，中风、心脏病、失智风险统统提高。好的咖啡习惯则包括选择高品质的有机阿拉比卡中焙豆并且不加糖奶的黑咖啡，享受咖啡原有的抗氧化与提神益处。冲煮时养成用滤纸过滤的习惯，把会害人胆固醇升高的油脂物质隔离掉，善用天然香料来调味咖啡，提升风味，又增添健康功效而无需精制糖，以及在适当的时间饮用，并懂得改喝低因无因版本，既避免睡眠受影响，又能持续享受咖啡的陪伴。掌握这4大长寿咖啡秘方，你就等于握住了把咖啡变良药的金钥匙。最后再给爱咖啡的您几句叮咛作结：适量永远是健康的原则之一。虽然咖啡有许多益处，但也不是喝越多越好。大部分研究发现，每日2到4杯是较为理想的范围，过犹不及。假如过量饮用，比如每天5、6杯以上，反而可能因为咖啡因过多导致血压、心跳上升、利尿脱水等问题，
长期看来对健康不利。另外，别忘了水分平衡，咖啡有轻微利尿作用，喝很多咖啡却不喝水，可能导致身体缺水，血液粘稠度上升，反而增加中风风险。所以每喝一杯咖啡，平日也要记得补充白开水，保持身体良好水合作用。再者，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有些人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可能一杯就心悸失眠，那就更要严格控制摄取量，必要时咨询医师意见，甚至可能需要戒含咖啡因饮料一段时间。健康千变万化，每个人体质不同，我们提供的是一般原则，但还是要倾听自己身体的讯号。总而言之，咖啡并非洪水猛兽，也不是万灵仙丹，它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每天一杯咖啡可以是保护血管的黄金饮品，也可以沦为伤害健康的隐形凶手。关键就在你的选择。希望今天这番深入探讨能够帮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咖啡习惯，把危险因子拒之门外，拥抱正确的饮用之道，让咖啡为你的健康加分而非减分。从明天开始，就为自己冲一杯真正有益长寿的咖啡吧。当你啜饮着香醇的黑咖啡时，你可以安心的想，这小小一杯中蕴藏的是满满的抗氧化物与幸福感，而非糖分和脂肪的负担。如此一来，咖啡不但不会成为中风凶手，反而会成为你我迈向长寿人生的美好伙伴。祝愿大家都能聪明享受咖啡，健康常伴，让每一天的咖啡时光都成为为生命加油的仪式。